大家好，我是赵雪。今天这期内容，我要跟所有年过60的老朋友，以及家里有长辈的年轻朋友，说几句掏心窝子的实在话。如果您看完标题点进来了，我建议您先别急着划走，给我5分钟，让我把话说完。因为我今天要揭露的是航空公司那些打死也不说的秘密。当您年过60，坐飞机时，手里握着的不仅是一张登机牌，更是一张装满隐形福利的特权卡。不懂得用，每一次飞行都在白白浪费本该属于您的钱和舒坦。这1年多来，很多叔叔阿姨留言说，想趁着腿脚利索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可是一走进机场，看着偌大的候机楼，长长的通道，花花绿绿的二维码，眼睛花了，手机也玩不转，生怕走丢了给人添麻烦。有人甚至因为怕麻烦，宁愿把机票退了也不出门。赵雪听到这些，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辛苦奋斗一辈子，到了晚年，怎么能让这些本可解决的困难绊住我们看世界的脚步？今天我就把这8大特权给您掰扯清楚，再详细告诉您具体是什么，怎么享受之前，如果您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您，请哪怕是为了您自己的荷包着想，现在就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那个红色的订阅按钮，关注颐养晚年，顺便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像今天这种能帮您省钱，还能让您旅途更舒服的秘密，或者是以后有什么出行新规，您订阅了就能的一时间收到通知，绝对不会让属于您的权益从眼皮子底下溜走。好，我们不耽误时间，直奔主题。很多老朋友可能会想，坐飞机不就是买个票，换个登机牌，过安检，上飞机吗？能有什么特权？我告诉您，大错特错。现在的航空服务早就跟几十年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推行适老化服务的今天，各大航空公司为了响应号召，也为了留住咱们这群有时间、有消费能力的银发族，其实在背后准备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但这些待遇，他们不会大张旗鼓的在门口贴海报告诉您，因为如果所有人都来申请这些免费服务，他们的运营成本得增加多少？所以这些就成了秘密，但今天我就要把这些秘密一个一个给您揪出来，摆在阳光底下。咱们先来说第1大特权，这也是最实在、最能帮您省钱的专属的银发票价与套票。您是不是以为飞机票就只有头等舱、经济舱的区别？那您就小瞧了现在的市场营销。就在前不久，已经有航空公司专门针对咱们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推出了一种叫做银发年票的东西。这是什么概念？我给您打个比方，就好比您花一笔钱办了一张年卡，然后在这一整年里，您想飞几次就飞几次，只需要提前3天兑换机票就行了。我大概算了一下，这种年票的价格也就是一张远距离单程机票的钱。这1年下来，您得省下多少机票钱？这不就是实打实的特权吗？而且人家航空公司也说了，这是基于对咱们老年群体出行需求的深刻洞察，就是为了给时间充裕的咱们创造一个慢旅行的友好环境。所以以后买票别只盯着那些普通的价格，去那些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上找找，有没有专门给咱们老年人准备的银发套票，这第1步就能省下一大笔。当然，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我不会用手机捣鼓这些啊，那些 APP 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您别急，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说的第2大特权，全流程的适老化、人工服务。您知道吗？现在很多机场，他们就专门推出了一个叫乐享夕阳的老年人爱心服务品牌，这可不是个花架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您走进航站楼的那一刻起，您就不用在那些冷冰冰的自助机器前面发呆了。在各个服务环节都必须保留人工柜台为您服务，您眼睛花看不清屏幕，有工作人员帮您，您搞不懂那个健康码，那个登记二维码，有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您，甚至像宁夏的银川机场，他们专门为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了包含全程引导、行李搬运、优先登机在内的10多项服务产品。您听听，全程引导啊，就是您一进门就有穿制服的小伙子或姑娘陪着您，带您办手续，带您过安检，带您去登机口，一直把您送到飞机上坐好。这叫什么？这叫 VIP 待遇。但这待遇不是只有坐头等舱才能享受，这是国家要求，机场主动提供给咱们老年人的特权，您不用，是不是就白白浪费了？说完了地面的引导，咱们再来说的3大特权，这也是很多腿脚不太方便的老朋友最需要的，那些看不见的设施和优先权。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你觉得走路有点费劲，或者当天机场特别大，怕走太远累着，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直击柜台或者问询台去申请免费的轮椅服务，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是光明正大的权益。日照机场的指南里就写得清清楚楚，如果老年人行动不便，或者的一次坐飞机没经验，出行前就可以提前联系航空公司申请轮椅服务，甚至是专人引导。而且现在的机场为了咱们老年人，那真是花了心思的。像陕西的汉中机场，他们在问询柜台和安检通道专门设置了老年人服务箱，里面备着老花镜、毛毯，甚至拐杖这些贴心的小物件。洗手池旁边加装了扶手，柜台也专门做了低一点的，方便坐轮椅的老人沟通。这些细节都是为了咱们。您去机场，如果找不到方向，或者觉得累，千万别硬撑。直接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大声说出您的需求，告诉他们我需要帮助，这是您的权利。第四大特权，可能说出来您会觉得有点意外，那就是关于身体健康的知情权和安全保障。有的老朋友可能会问，这算什么特权？告诉您，这恰恰是最重要的特权。很多人上了年纪，身上难免有点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小毛病。有的老人家为了不让子女担心，或者怕麻烦，上飞机前啥也不说。但您知道吗？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高空的气压变化、缺氧环境，对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这时候，航空公司其实有义务保障您的安全。这看起来是个限制，但反过来想，它是不是也是您的特权？您有权在购票前就通过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清楚地了解到您的身体状况到底适不适合坐飞机，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健康证明。如果老年旅客身体健康，那按一般旅客运输就行，但如果需要特殊照顾或者有相关病史，那就得按照特殊服务流程来办，提供医院开的诊断证明书。这不是为难您，这是在保护您。提前问清楚，准备好材料，总比上了飞机万一出点啥事要强10000倍，对不对？所以千万别嫌麻烦，这叫把丑话说在前面，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接下来这第5大特权，可能是最让您感到惊喜和温暖的一个。您想象一下，如果刚好您在飞机上的那一天是您的60大寿或者70大寿，会发生什么？我告诉您，那可能就是一场在高空中的惊喜派对。这就是所谓的个性化定制服务。现在好多航空公司，他们内部都有一个系统，会识别当天过生日的旅客，然后惊喜就来了。可能是在平稳飞行后，空乘人员突然端着一份精致的小蛋糕，或者是一碗热腾腾的长寿面，走到您面前，祝您生日快乐。有的航空公司还会通过机舱广播，把您生日的好消息昭告全飞机，让几百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起为您鼓掌祝福。您想想，在万米高空吃着蛋糕，听着祝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简直就是比海底捞还惊喜的服务啊！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不需要您提前申请，更不需要您是啥金卡会员，这就是航空公司默默为您准备的隐藏福利。所以，如果您正好赶在生日那天坐飞机，当空乘来问候您的时候，千万别不好意思，坦然接受这份属于您的专属荣光。当然，咱们也得说说第6大特权，那就是面对突发状况的软着陆。旅途中最怕什么？最怕飞机延误或者航班取消了，一大群人挤在登机口，吵吵嚷嚷。这时候，咱们老年朋友的特权就体现在优先安置上。虽然各大航空公司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但在实际处置中，对于年迈的老人、带小孩的家庭这些特殊旅客，地勤人员通常会给予特别的关照。他们可能会优先安排您去休息区，优先帮您改签最近的航班，或者在有住宿安排时，优先保证您能尽早得到安置。这是因为在民航的服务体系里，咱们属于需要特别关照的群体，所以万一遇到延误这种糟心事，您别跟着人群起哄，也别干着急，您就直接找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心平气和地告诉他您的情况，您大概率会得到比普通旅客更快的处理。这就是咱们用年龄换来的特权。第7大特权是关于吃的，当然不是说飞机餐能给您单独做出花儿来，而是指在饮食禁忌和特殊需求上，您有权利提前提出要求。比如，有些老人因为信仰或者健康原因，需要吃素食、低糖餐、低盐餐，您以为上了飞机就只能有啥吃啥吗？
不是的，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提供特殊餐食的预订服务。您只需要在买票的时候，或者提前24到48小时打个电话给航空公司客服，告诉他们您需要一份糖尿病餐或者素食餐。到了飞机上，空乘就会专门把为您准备的那一份送到您手上。当别人都在吃千篇一律的鸡肉饭或牛肉面时，您吃的是专门定制的、更合您口味的餐食。这不光是一种优待，更是对您健康的负责。最后，我们来说说第8大特权，这也是容易被很多人忽视的，法律服务与权益保障的后盾。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一辈子与人为善，最怕的就是打官司、惹麻烦，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清楚自己的后盾在哪里。咱们老年人出门乘坐飞机是享有法律赋予的优待和照顾权利的。如果在旅途中真的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比如在机场摔倒了没人管，或者因为航空公司的问题导致我们遭受了损失，我们是有权寻求法律帮助的。而且法律还规定，老年人因为权益受损打官司，如果交诉讼费确实有困难，是可以申请缓交、减交甚至免交的。需要律师帮助但付不起费，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听起来可能离我们很远，但知道了，心里就有一根定海神针，遇事不慌，知道咱背后有法撑着。讲到这里，这8大特权相信您心里都有数了，但在这里必须给您拉响一个警报，接下来的几分钟可能比知道这8大特权更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您能不能顺利享受到这些特权。钱和便利虽然摆在眼前，但如果您因为忽略了某些细节，导致旅途不顺，甚至被拒绝登机，那别说特权了，连门都出不去。我同样总结了3种最容易踩的雷区，请您务必在脑子里过一遍。第一种雷区叫做隐瞒病情、硬闯关卡，这是最危险也是最要不得的。有些老人觉得我身体硬朗着呢，为了省点开证明的麻烦，或者怕子女担心，明明刚做过手术，或者血压正高着，却瞒着不说，结果到了机场，万一身体出现不适，或者被工作人员的火眼金睛看出来，要求出示健康证明，您又拿不出来，那真的可能会被航空公司拒绝运输。到时候不仅行程泡汤，还得搭上机票钱，更重要的是拿自己的健康冒险，这风险冒得太不值得了。所以出发前，特别是长途飞行前，一定去医院跟医生打个招呼，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该开的证明提前开好，这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第二种雷区叫做材料不全，白跑一趟，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您需要申请轮椅服务，或者您属于需要航空公司特别照顾的高龄老人，一定要记得提前申请。不同航空公司对高龄的界定不一样，对申请材料的审核标准也不一样，您千万别想当然的以为到了机场就能办。最好的做法是在买机票之前，就先通过官网或者客服电话问清楚，我这种情况需要什么手续，需要提前多久申请，问明白了，再买票，再准备材料。不然等您大包小包到了机场，才发现缺这个少那个，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好好的出行计划全被打乱了。第3种雷区叫做忽视常识，因小失大，这也是很多老人容易忽略的。比如说，为了方便，把所有的药都放在托运的大箱子里了，结果飞机上一延误，或者身体突然有点不舒服，想吃药的时候傻眼了，药在货舱里呢。所以千万记住，急救药品包括降压药、救心丸这些一定要随身带。再比如怕上厕所麻烦，一路上不喝水，这也是大忌。飞机上空气干燥，不喝水容易导致血液粘稠，对心脑血管反而不好。还有就是长时间坐着不动，对腿部血液循环影响很大。每隔一段时间，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伸伸腿，勾勾脚尖，这些小动作都能大大增加旅途的安全性。听完这3大雷区，相信大家心里更有谱了。特权是好事，会用这些特权，并且避开路上的坑，才是真本事。那么，为了确保我们能舒舒服服地享受这些特权，具体该怎么做呢？我再送给您3句话。第1句话叫提前问，不管你是买票、申请服务，还是问健康要求，拿起电话提前问清楚，这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第2句话叫大胆说，到了机场别害羞，别怕给人添麻烦，找不到路，大胆问，需要帮助，大胆说，身体不舒服的一时间告诉工作人员，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帮助您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第3句话叫带好证、身份证、老年优待证、病历本、常用药、子女的联系方式纸条，这些东西宁可带着没用，也不能用的时候没有。最后，想跟各位长辈说几句心里话，我们这一代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好不容易到了晚年，日子好了，时间也有了，是该好好犒劳自己的时候了。去看看年轻时想去没去成的地方，去看看远在千里之外的孩子和孙辈，每一趟旅程都是晚年生活里的一道光。航空公司这些特权，不管是为了省钱的年票，为了省力的轮椅，还是为了惊喜的生日祝福，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咱们这道光照得更亮，走得更顺。这不光是几百块钱的事，更是整个社会对我们这一代人付出的尊重和回馈。所以千万别把这些当作占便宜，您辛苦了一辈子，完全值得拥有一个舒心、体面、有尊严的晚年旅途。如果您觉得今天整理的这些秘密对您有帮助，或者您身边还有老朋友在发愁不知道怎么坐飞机，请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您在飞机上遇到过什么暖心事，或者您觉得这些特权哪一项最管用，大家一起聊聊，互相取经。我是赵雪，在颐养晚年陪您一起关心生活大小事，守护我们的幸福晚年。如果您还没点关注，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也不要忘了刚刚说的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重要通知。我们下期见，祝每一位老朋友都能走得更远，看得更宽，旅途愉快。